人，看，嗯，你得好好的看看，这可是姑的心血啊。美人，你看，这和你所想的露台是不是一模一样？当然是了，大王。你看，这露台如此壮观，正好也可以展示我商汤的气势强盛呢。说得好，我的美人说得好。崇侯虎，在。你建造有功，孤王一定会好好的赏赐你的。多谢大王。如此浩大的工程，不知道又要浪费多少民脂民膏。大王，可怜那些无辜百姓，他们也不知有多少人为了建造这个露台而牺牲了性命啊！这天下是孤王的天下，孤王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亚父，你既然是孤王的王叔，如果不想帮着孤王说话，那也不要扫孤王的兴嘛。诺。大王，露台建好了，是值得庆祝的事。不如我们请人在这露台上摆宴，大宴群臣，也正好可以犒赏一下他们平日的辛劳。好啊，好啊，美人说得好。来人，摆宴。惊雷未雨，乌云遮日，这是妖孽横行之征兆。对了，国师，在。孤王曾经叫你做法，请天上的神仙和仙女一起来与孤王同乐。如今这露台已经建造完成，就请国师做法吧。大王，臣妾听说这神仙和仙女修行甚高，需要在月光圆满、光华皎洁之时，他们才肯下凡。大王，娘娘所言极是，要请仙子下凡，恐怕要等到月圆之夜了。这么麻烦，还要等到月圆之时啊！哦，大王，今天是初10，过几天就是15，月圆之夜。到时候，请国师做法，请神仙下凡，让各位见识见识。是啊，见识见识啊！亚父所言甚是，国师啊，到时候就看你的了。诺。啊，就是为了这个，姜子牙才将玉磬烧回原形，一心又让你去请神仙下凡。唉，当初我和大姐怂恿地心建造露台的时候，地心就说过，说要请神仙下凡。现在露台造好了，如果仙人下不了凡，那我就完了。大姐，你要帮公豹想想办法呀。青青，你别着急，我们那时候不就已经想好办法了？啊，你是说让我们那群徒子徒孙前来？可是地心定的是15月圆之夜，以你我的道行倒是没问题，可是以他们的修行，恐怕当晚就会现出原形，被地心识破。哼，你就放心吧，反正姜子牙已经不在了，到时候只要公报略施障眼之法，我再略施小计，相信除了我们自己，没人可以识破。
申公豹在。你说把九溪分成3层，到了月圆之时，自会有仙人下凡，这是真的吗？回大王，当然是真的。大王，仙人下凡，我们应该派一个文武大臣替他们斟酒，这才算有诚意呀。禀大王，微臣自信酒量是众多大臣里最大的，就请大王让微臣前去陪酒吧。好啊，那就请亚父来为仙人陪酒吧。微臣遵命。大王，现在已经是月亮最圆的时候了，待微臣做法，请仙人下凡。好。大王，臣妾听说，仙人下凡的时候最不喜欢被凡人看见了，要不然的话，以后他们就不会再来了。大王，你还是用竹帘遮一下吧。用竹帘遮挡，那我岂不是连仙人的相貌都看不清楚了？哎呦，大王，仙人就是仙人，他们的长相也不是真的，你只要看到他们的身影，那还不都是一样的？爱妃说的有道理。好，那就把竹帘放下来吧。那申公豹，你做法吧。诺。好像有一股清香啊！仙人所到之处，皆有香气扑鼻。大王，微臣法事已经做完，仙人们马上就到。好。谢大王。这些就是仙人吗？好像真的有仙人来了。大王，仙人已经来了，可以请酒师给他们喝酒了。对，亚父，快给众仙人斟酒。奇怪，仙人身上怎么会有股骚臭味？